如果你最近什么都不顺心，那就是告诉了你过去生到今生积聚的这个正能量，你的福报已经差不多存款用光了。这时候你要怎么做呢？你要改变你自己的命运，你要引请了诸佛菩萨进到你的生命的相续当中，如同一盏光束，瞬间就会把你的生命的黑暗全部照亮。大家早，阿弥陀佛。你最近诸事不顺吗？所愿未遂不管是在事业上，或者感情上、人际关系上、家庭生活上，种种的不顺利，好像这个世界跟你逆着走，怎么样就是不能顺你的意，满你的愿。那这一集的影片可能会对你有所帮助。不晓得大家每天早上起来是内心充满的平和、喜悦、希望、期待、正面的能量，还是一大早起来你充满的是怨怼、嗔恨、埋怨与怀疑？前者是光明的、正向的、充满希望的正能量，而后者就是让你诸事不顺、事与愿违、无法满你愿的垃圾能量，也就我们所谓讲的负能量。那最近有些法友或一些居士就来跟我们请教说，法师啊，佛教不是就是说万法唯心吗？为什么您最近的开示老是在教大家怎么去净化负能量呢？这不是跟世间人讲的道理是一样的吗？我就跟他说明了，佛法之浩瀚，诸佛菩萨不可思议之功德，不是我们凡夫俗子的眼界、智慧、口才、文笔所能诠释的。那为了要让普罗大众都能够理解这个诸佛菩萨的愿力以及不可思议的加持力，我们只好就用通俗的语言，那就叫正能量与负能量。所以你想要好运连连、诸事圆满、顺遂你的心愿，首先最大的能量场不是来自于外面，而是来自于你自己的内心。很多人学佛学了一辈子，在念佛、持咒、诵经的时候，他内心的确是充满了对诸佛菩萨的加持功德的意念，与一心想要学习跟追随的心。但是一离开佛堂，或者是一结束了这些修行，回到日常生活当中，还是一样，都是负面的能量。这就是最根本的因，你没有在净化自己的内磁场。所以今天我想就带领大家来改变你自己的命运。你自己的命运从什么地方开始改变呢？就是从你当下的这一刹那的心。这个心不是西医讲的心脏，而是你的心识，就是你的第六意识，也就是你的第七意识，也就是你的第八意识。那今天我不再针对佛学上的理论做太多的阐述，我会直接跟大家用浅白的方式来告诉你，为什么你外在的诸事不顺，主要的原因来自于你内心没有正的能量场。那如果你最近什么都不顺心，那就是告诉了你所过去生到今生积聚的这个福报已经差不多存款用光了。你所造作的一些身语意不好的事，它已经高过了你有本具带来的善业功德。所以这时候你要怎么做呢？你要改变你自己的命运。那你跟我们都是人道的众生，
大家都是凡夫的学佛者，我们自己的力量是非常非常有限的再怎么努力也是你一个人的力量，再怎么努力你也就是只有2只眼睛、1个脑、1双手，一天24小时，再怎么努力也不可能百千亿万倍的去倍倍增长你的功德与善业。所以这时候你要怎么去改变你的命运呢？就是可以来跟观世音菩萨祈请。也就是说，当我们修行人比如说我们静下来，我们念个6字大明咒，就是在阐述观世音菩萨的大慈大悲大愿力。比如6字大明咒 Om Mani Padme Hum， 就是观世音菩萨的微妙本心6字真言。 Om Mani Padme Hum 就是观世音菩萨自己说的，所以它6个字它就产生极大的加持力跟能量。那在佛经里面，大乘庄严宝王经，释迦牟尼佛就说了，这观世音菩萨的6字大明陀罗尼，也就是6字大明咒 Om Mani Padme Hum， 是观世音菩萨的微妙本心，是具有不可思议的巨大的加持力。为什么呢？因为观世音菩萨的6字大明咒就是观世音菩萨本尊他的心咒，也就是观世音菩萨有很多的咒语，对吧？有6字大明咒，有大悲咒，有11面观音咒，有不同的观音有不同的咒语，比如说准提观音也有准提咒。但是观世音菩萨他有不同化现的观音当中，他的本尊等于说他的主尊是观世音菩萨，而这个主尊的根本心咒是6字大明咒。那观世音菩萨的庄严的美好无可言喻的这个庄严身相，观世音菩萨身上的每一个毛孔都有具指数的如来，意思是说不可限量的如来佛住在观世音菩萨的每一个毛孔。那观世音菩萨身上又有无量无数无尽的毛孔，等于说观世音菩萨的本尊本身，它就含摄了一切诸佛无量无边尽克袈裟诸佛的加持这是在大乘庄严宝王经当中释迦牟尼佛亲自所说的。那我们都知道人体就是一个小宇宙，这个小宇宙当中就是有地水火风空，我们的人体所谓的地就是指我们人体里面的肉体就是如同大地一样，是我们人体机能的土壤。水呢，就是我们人体的血液。火就是我们人身体的能量，尤其是温度。你看人一往生，他身体的体温就完全消失殆尽了，所以其他的气血所有的肢体完全的败坏。所以地水火，这个火就是生命的一种能量，也就是我们所谓的这种体温。体温它就是表征生命的一种真相，就这个人还活着是从其中一个体温的判别。风那就是气息，就是我们人讲的这个一呼一吸之间的气息。如果人没有了呼吸，那也就没有生命的下一刻所以刚刚我已经说了，地水火风空，空就是在组合这4大地水火风。所以当这些都彼此协调得很好彼此就相安无事的时候，我们人的生命呢就是健康的。当你有4大不调的时候，指的就是指地水火风，这个身体的4大的协调就是我们的健康，不协调呢就是人的生病。那到底一个所谓的一切的诸事不顺，还有一切的诸愿未满，这世间的一切都不能满你的所愿，是什么东西造就的？不是这个4大，而是什么？就是我们这个人体小宇宙的核心的动能，就是我们的心事，也就是佛家我们讲的心。所以呢，你的诸事不顺，你的所愿未遂，不是因为身体不好，比如说
癌症，或者是有什么样的身体机能的障碍，不是。所有的一切外在的不顺都是缘起我们的内心，我们的内心无法能够清明，无法能够去断除烦恼，无法降服恶念，无法升起觉性的智慧。所以呢，外在的诸事不顺要怎么去破解，要怎么去化解呢？重点来了，就是要从你的心去下功夫。而我们学佛者的心要怎么去下功夫呢？当然就是从一开始的学习皈依，学习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也就是所有的恶事不要做，它就不会产生负的能量，自然这些负的能量就不会去干扰你的心。所以你不做恶事，就一定会身心清安，身心都会非常的清明愉悦。所以如果你昨天睡觉了，今天早上起来就是觉得心里闷闷的，觉得不太痛快，觉得就是好像阴天一样，是一种负面的能量一直想爆发，那你就要去回想看看，昨天或者在昨天的之前，你是不是有做了一些不好的事情？比如说在身体上有没有去伤害其他的人，或者伤害其他的众生，乃至于一个狗或一条毛毛虫，或者是你的嘴巴有没有去骂人，或者是挑拨是非？你的心有没有充满了贪嗔痴，也就是我们佛教讲的十恶业，就是身体造作的3种恶业，嘴巴造作的4种恶业，以及心里造作的3种的不净业，这些都在我们之前的影片都有做过教学，那大家可以去看。所以你要先去检视，如果的确最近你为了要做生意，那的确你欺骗了顾客，或者你没有依据这个世间人该有做生意的一个规则，欺瞒，就是一些不如法的事情，这些虽然你看不到它产生的一种负的力量，但是维系当中它是产生对你一种嗔恨的心念。这顾客因为被你骗了，他就很不高兴，所以虽然他骂不到你，可能在事业上你还是做得顺风顺水，但是微量的这种负面的能量一定会去慢慢的累积在你的生命的历程当中。那如果当然你这一生当中你做的善跟正面的事情多过你做的坏事的话，那这个就在今生当中不会让你诸事不顺，你还是会生意都做得很好，工作能够一路的被升迁，家庭还是能很美好。所以取决于你做的事情的严重的程度，也就是说恶的严重的程度是什么。那如果你是杀了一个人，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恶业，这个恶业它就足够去摧灭你今生跟来生的幸福，所以这个呢就一定会让你瞬间拥有所有世间最不顺利的事情，所有的厄运你都会碰到。为什么？因为它就是一个极大的恶，当然它就夹带了这个极大的负的能量。所以善恶之间它本来就有所谓的磁场。所以回过来我们又继续来去分解为什么你诸事不顺。因为过去生当中今生当中一定有做过不如法的事，有可能是身体上去伤害众生，可能嘴巴里去欺骗家人，可能欺骗一些人，意可能嘴巴里面讲的好话，事实上内心里根本不是这么想。所以这身与意各位所造作的都是过去生所带来，乃至于今生继续在做，也是无量无边的善恶业参半的业力。而这个善业它具有正能量，那恶业呢
它也具有负能量。也就是说，你持观世音菩萨的本心咒唵嘛呢呗咪吽六字大明咒，就等于你是在迎请99克袈裟的如来佛，也就是说不可计量、如微尘般不可数的这佛如来都住在观世音菩萨的身上。那你想想看，这个加持力够大了吧？不可思议了吧？所以我只能跟大家讲，无量无边的。就像你在太阳光去看天空，天空里面有无数无量的那种微尘，那些就如同比喻是观世音菩萨身上的那些佛的加持，如微尘般的常住在观世音菩萨身上的毛孔当中。所以这是不可思议之加持力啊！为什么？观世音菩萨的本身，他身上的每一个毛孔当中住着具指数，就无量无边的这个佛跟如来，每一个毛孔啊，那观世音菩萨身上的毛孔呢，又是不可计数无量无边的。所以等于你念观世音菩萨的一个圣号，或者唵嘛呢呗咪吽观世音菩萨的真言，就等于你是迎请了99亿克袈裟诸佛如来的加持。哇，这个力量够大了吧？那你曾经造作过不可计数的恶业，造成你今生诸事不顺，所愿未遂，那一句的南无观世音菩萨，一句的唵嘛呢呗咪吽观世音菩萨的咒语真言，99亿克袈裟诸佛的加持，承载在观世音菩萨一位本尊的身上。这个你就知道为什么在末法当中，不管在大乘庄严宝王经，或者是在妙法莲华经当中的普门品，每一尊佛或者是金刚手菩萨，每一尊菩萨都在赞叹观世音菩萨的原因。为什么？就是因为观世音菩萨跟我们阎浮提的众生啊，因缘最深。阎浮提的众生就是末法的众生，也就是我们，是业障最重的。因为呢，那些修得好的业障轻的，在过去无量劫来，他们就已经成就了，要不就是成就佛果，要不就是在等待位的菩萨。所以呢，在我们末法的修行者，当你遇到一切诸事不顺的时候，你马上要警觉到该修行了。我们该要迎请诸佛无量无边的加持，来净化加持我们。我们要请诸佛菩萨，要请观音菩萨来常住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等于说我们要跟这个末法的这些恶业我们要结界，自己呢要升起一个广大的一个心，要结界。什么概念呢？就是你的内心要知善辨恶，就是我们要知道什么是善的该做，我们要知道什么是恶的，打死都不能够去做。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抉择的力量。当你的内心有这一股力量的时候，就是知善恶，辨是非，然后知因果，畏惧恶果恶业。当你有这一把尺在你内心的时候，你的内心已经升起了一个指南针，就是你是对准的佛菩萨的教言。所以你这时候是迎请观世音菩萨99亿克袈裟佛如来的加持在你的心中。所以在你准备要持大悲咒，或者六字大明咒，或你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或者南无阿弥陀佛，任何佛法的修行之前，你一定要先把你的心要校准。你的心要校准的是什么？是转凡夫心为佛心，转凡夫心
为观世音菩萨的微妙本心。当你开始做转心思维的时候，你念的一句佛号或你持的一个咒语，它就拥有99亿克袈裟佛如来的加持。这是观世音菩萨的悲愿，不是我说的，这是观世音菩萨的悲愿，释迦牟尼佛亲自在佛经当中所讲的。你的内心一定要先有一个心念，把自己的心转为跟佛观音的心一样。当你有这样的一个转心思维的时候，你就已经开启了这个加持的大门。你要做的心理动作是什么？调频。就像你要听那个收音机，对不对？你的心调频，调到跟观世音菩萨一样的大悲心菩提心，你不再去用那反复的引擎去过你的日子，就如同你在你自己的身体的周围形成了一个非常庞大的一个正能量的结界，一个保护场一样。所以你不可能会有一些衰事找上你。所以不管你过去带来了多少的恶业，或今生你造作了一些多少伤害众生的事情，只要你有惭愧心、忏悔心，发誓不要再做，发愿不再犯恶，那这些诸佛菩萨的加持，它就如同一盏光束，瞬间就会把你的生命的黑暗全部照亮。也就是说，你的忏悔，你的放下过去的这个恶业，它不需要长时间的去做修行，只要你有个觉照，我错了，观世音菩萨我错了，请你加持我。观世音菩萨这99亿克袈裟诸佛的加持，立刻马上现在在你的念头这当下听我的这个开示的时候，观世音菩萨的加持直接是进到你的心里的，你的黑暗就会被驱散。那你越能够虔诚的知道自己所造作的这个恶业不好的，那你能够去想起来，诚实的去面对，你能够被得到加持净化的力量就会越大。这就比喻一件衣服，你看哪里脏了，你就特别加强，用一些去污剂去把它加强，用手去搓，然后再放到洗衣机里去洗，你就会洗干净，是一样的道理。假设你不了解让你诸事不顺的因是什么的话，那有时候这个恶业就会比较难去铲除。但是也不是说不行，你就好好的祈请观世音菩萨的加持，祈请十方三世一切诸佛的加持也是可以的。那我刚刚讲了那么多，如果你是真的一切生命当中到目前都诸事很不顺，那请你认真的去听。那有些还没有讲解的部分，我下一集会有六字大明咒的教学，就是我会带领大家一起来做六字大明咒的实修观想，跟如何祈请加持，让你净化加持一切的业障，生命当中可以改变命运。今天我讲的一些内容，那如果在哪一部分对你有所感触，也请分享给我。那将来我在制作之后的一些实修教学的影片，我会比较知道哪一些部分切入的角度可以帮助到你们。那记得，你虽然是一个听法者，学习佛法者，但是你也可以累积善业功德。你在认真听我们在阐述佛法观世音菩萨不可思议的六字大明咒的功德的时候，你的心性已经在改变了。所以你在听我们开示的时候，你的功德已经在增长了。还有另外一个善业功德你可以做，是什么呢？请广发我们的影片，你可以转发给你的朋友，你就是把观世音菩萨的祝福送给他。除此之外，你也是在随所种功德，你就是在法供养，也就是在帮观世音菩萨在弘扬佛法，帮我们弘扬佛法，那观世音菩萨也会非常的开心。那
在 YouTube 呢，它最近有一个叫粉丝推播的选项，也就是一个礼拜当中你有3次可以推播我们的影片或别人的影片。那请记得我们的影片都花很多的时间制作，请帮我们要点赞分享，按下小铃铛，你分享给你的朋友，就是把观世音菩萨的加持送给他。那你如果是点赞呢，分享就是告诉 YouTube 说我们的影片帮助了很多众生，他要在演算法上面帮我们推播给更多学佛或没有学佛的人，想要改变自己命运的人。好，这就是一把钥匙，让我们的影片可以帮助更多的众生。那这也就是弘扬佛法，而且同时也是利益众生，同时你也有一份善业功德哦。那我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我今天的分享。那如果有任何的留言都请留下来，我会去看。那我下一集会有六字大明咒的教学，就是我会带领大家一起来做六字大明咒的实修观想。好，那我们下回见。那阿弥陀佛。